华浅重生以后，他总会莫名的闻到一种香味。在他前2次说这件事的时候，很多观众还在猜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利用特殊的香料来害他。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，有网友分析，这香味其实代表着华浅并不是重生，他只是在仲西武的操作下进入了梦境，而剧中发生的这些故事实际上都是在华浅梦中发生的。华浅一共闻到过10次这种香气，下面就简单盘点一下，看看这10次有什么异同。第1次，第1集，华浅重生的时间是在他与仲夜兰的新婚之夜。由于这天夜里仲夜兰去救慕瑶，所以2人没有同房。在大婚第2天的早上，华浅按规矩要去仲氏园拜见长公主，这时候他第一闻到了这奇怪的香味。第2次，第2集，华浅在仲家的表现让长公主很满意，仲夜兰也对华浅另眼相看，觉得结婚以后华浅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2人一起坐马车回门，半路上南风跑过来报信，说慕瑶跑了。仲夜兰表现得很着急，华浅看出来了，他主动让仲夜兰离开，去做他想做的事情。当仲夜兰离开马车以后，华浅第2次闻到了香味。第3次，第4集，由于华浅重生以后一心向善，仲夜兰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，之前一直不理不睬，现在开始逐渐发现华浅的好。仲夜兰和华浅结婚以后一直没有圆房，看到华浅变好了，仲夜兰就有了圆房的念头，她想要在华浅这里宿，但是华浅拒绝了她，让她能够好好考虑一下对她和慕瑶之间的关系。当仲夜兰走后，华浅第3次闻到了香味。第4次，第5集，华浅为了躲避仲夜兰，经常跑到仲家去见长公主。有人送了一些荔枝，长公主为了不让其他几个女子争着邀宠，就派华浅把荔枝给仲西武送过去。仲西武见到华浅以后，拿出了账本来质问关于化身的事情。虽然华浅暂时应付了过去，但他觉得自己被仲西武针对了。走出仲西武房间以后，华浅第4次闻到了香味。第5次，第7集，为了获得仲夜兰的原谅，华浅为他挡了一剑，因此成为了仲夜兰的救命恩人。在苏醒过来以后，华浅对仲夜兰说出了之前陪他守灵的并不是自己，并且自己嫁给他也是精心设计的一个局。仲夜兰听后非常愤怒，离开了华浅的屋子。这时候华浅第5次闻到了香味。第6次，第12集，华浅重生以后一直试图改变自己家人，让他们也能不再作恶。对父亲华文昂的规劝算是起到了一些作用，但是对他哥哥华申却任何作用也没有。华申依然是那个禽兽不如的混蛋。当华浅知道了华申在家里逼死了一名女士的时候，他第6次闻到了香味。第7次，第14集，华浅虽然痛恨华申的兽性，但毕竟华申是他的哥哥，并且对他也很好，所以很快他就忘记了逼死女士这件事。可是不久之后，慕瑶设计陷害华申，华浅看出了这一切是慕瑶故意做的，他去找慕瑶，知道了那个被华申逼死的女士原来就是慕瑶曾经的贴身丫鬟玲珑。知道这件事以后，华浅第7次闻到了香味。第8次，第18集，在中秋宴会上，华申为了救华浅被刺客杀掉了。这种败类被杀，在普通百姓看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，但是作为亲妹妹，华浅自然非常难过。华文昂在华申死后也终于决定不再贪恋权势了，他告诉华浅，处理完华申的事情就跟随华浅归隐。听了华文昂的这番话，华浅第8次闻到了香味。第9次，第23集，仲西武派人找来了一对夫妻，指认华容周当初杀人。华浅为了证明华容周是被逼无奈，为了保全自己性命才杀人，要求这对夫妻说出当年的实情。在交谈的过程中，华浅知道了这一切都是仲西武在幕后操作，这时他第9次闻到了香气。第10次，第25集，华浅跟父亲长谈，知道了父亲当初跟武硕墨的合作，并且父亲也表态不再贪恋权势，要辞掉多管的职位。可是由于仲西武的不依不饶，华浅为了保护华家，只能决定自己去顶罪。为了防止华容周闹事，影响自己的计划，他把华容周支开，让他先去江南。
这是华浅第10次闻到了香气。这次闻到香气的同时，他发现了华容洲也能闻到，而其他人却不能，并且华容洲说这香气是来自华浅身上。通过这10次闻到香味，可以发现只要是华浅做的事情或遭遇的事情与前世不一样，能够对前世的那个最终结局产生影响，他都会闻到这种神秘的香气。